大家早，大家早，听得到我声音吗？有，好，可以，各位，可以。好，谢谢各位。好，那我们就今天就来继续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人工智慧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会进入机器如何学习。那机器学习其实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难。但是其实不用担心，我们会用最浅显的白话来跟大家讲它背后的原理，然后它可以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它的限制是什么哈？我们尽量深入，但是浅出。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有看到我的分享画面吧？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 Terminal Bench。Terminal Bench 复习一下，上次是讲说这个东西是用来测试人工智慧的能力啊，因为我们需要很多指标来看看这个人工智慧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它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才可以评估说这个人工智慧它能不能上线了，能不能去服务大众，然后它适合做哪些任务，不适合做哪些任务。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它需要一些指标，那特别是 Terminal Bench Hard 这种，它可以测试模型在终端机，也就是在电脑的指令界面，它能不能正确的下达指令，去操作档案，去使用工具来完成我们真实世界的某一些复杂的任务，特别是它在过程中必须去规划它要做到哪些步骤，以解决未知的问题哦。那这个其实主要是在看它有没有长期的推理能力。所谓的长期是说，这个任务它不是一个问答就可以解决的，它必须经过很多个步骤，需要很多个推理才可以完成的。好，所以它这个任务有一定的复杂性。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例如说这个很有名的 GDP VLAA 哈，那这个也是类似的任务，它是要求这个模型，要求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要去使用 Shell Script，也就是一些命令列的一些脚本哦，还有浏览器哦，它去完成真实的职业会碰到的一些任务，例如说下面这个范例任务讲到，它要根据财报数据啊，然后来计算公司的一些资金成本、加权平均，然后并且去建立现金流量预测模型啊。那预期这个人工智慧的产出会是一份包含图表以及分析的 Excel 试算表。还有一个总结 PDF 简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很单纯问答可以处理完成的任务哦。它这个人工智慧需要经过很多步骤，呼叫很多工具，才可以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我注意到好像有的人那个麦克风是不是忘了关？那个看一下，是 Alvin 吗？Alvin 黄吗？不好意思，刚麦克风静音。好，另外一个任务的目标就是要去处理病患的出院准备事项。那这个可能就是医院的护理师啊，那病患要出院了，他要让这个人工智慧可以去帮他写照护文件，然后他预期是产出一份涵盖病患在住院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啊、检查数据等等的用药数据，还有他的护理计划的 PDF 文件哦。这个显然也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任务哦。好，那对于这么复杂的任务，人工智慧可以处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页哈，这一页哈，目前如果 Fable 5不算的话，最强还是那个 Claude Opus 哦，然后再来是 GPT 5.5，他们的分数都远远高于其他的模型。哦，那些任务呢？有的人觉得它还不够难哦，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找出一个最难的任务来测试人工智慧的极限。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发现人工智慧的那些指标，之前讲那些指标，他们有一些已经饱和了。所谓的饱和是说人工智慧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大家都已经做得非常好，可能大家都95分的哦那种等级，那这样子没办法分辨出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到底有没有进步。我们会持续推陈出新，会有新的模型出来。可是我们需要一个指标去看到，你这个模型是不是可以从80分到95分，而不是说92分到95分。我们怕它有统计误差哦，所以我们希望它有更难的问题、更难的考卷，去看它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好，那所以我们就
就诞生了这个 Humanity Last Exam， 这个就是很多科学家哈，他们各地的专家，他们去怎么说去讨论，然后去讨论看看有哪些题目是真的需要非常高深的智慧、非常复杂的智慧才可以回答出来的哈。那他们就会先去列出这些题目作为候选哈，然后再看看那些模型回答怎么样。那如果模型没办法回答的话，它再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用人类专家再筛选哈。那最终经过很严格的考核、很严格的审核，才会选出最终的要加入这个考题的题目。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范例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我不是生物学的专家，不过我看起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冷门的、很罕见的一个问题哦。那所以如果人工智慧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会想说，那它或许一般的问题应该也都没问题，或许它可以做到更复杂的问答了。好，所以这个是 HLE 这个很著名的人工智慧的考题。那我们看到它一样是 Claude Opus 跟 Gemini 3.1、GPT 5.5，大概就这几个，然后这几个三大厂，他们最顶尖的模型目前是表现的最好，那远远超过其他的更小型的模型啊。好，那我们之后会讲小型模型，因为它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所以它的能力上限的天花板其实是比那些大模型更低一些的哦，这是它先天的限制。它如果要超越大模型，它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手段啊，例如说可能要多个模型一起协作啊，或者它要额外的资料库等等的。那如果单纯用一个单一模型来做这样的考试的话，其实大模型跟小模型的差距是一定会存在那边的。好，那单一的模型的指标，单一指标可能没办法反映说这个模型的全面的能力啊，因为模型到时候上线之后，它要帮我们的社会大众做许多各种复杂的任务嘛，那我们会希望它是有一个综合的指标来综合的评估这个模型在多方面能力。如果这个模型在多方面的能力都表现不错，那它才可以在这个综合指标上面表现的到一定的水准，然后它每个都要不错，才可以在这个综合分数上达到一定的水准哦。好，所以有一间公司，它就例如说这个 AAII 哈，这个它就推出了这个指标，好，那这个指标就包含了下面的10个综合指标，包含第一个就是刚刚讲那个 Terminal Bench 或者是 GDP VAL AA 那个，它能不能让这个模型准确的像助理一样完成多步骤的复杂的任务。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在终端机呀，好，在电脑的指令界面，真的去下指令，去完成写程式除错啊，处理程式的错误，还要完成复杂任务哈。然后还有去读超长的文件做推理，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送上超长的文件，可能一份文件可能数十万字，它能不能去读超长的文件做推理？这个我们之后在讲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就会讲到读超长文件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它可能会不知道它到底要注意哪里。因为文件那么长，他不知道看哪里，他不知道看哪一个字或者说他可能会受到文件中的许多杂讯的影响，这个其实是有挑战性的所以这些 AALC 啊、Omissions 这个就是测试它能不能去做超长文件推理，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遵守一些复杂指令从文件里面找出真的我目标的那些资讯就我目标的资讯。好，那最后一项第四项这个人类的最后考题或是 GPQ Diamond 这个就是看看他能不能去回答研究生等级的那些学科的难题，而不是一般考试题目。好，那在这个指标上面呢，最强的其实是在6月9号发布的 Claude Fable 5那因为它太强了，所以在6月12号诞生，推出市面不到4天大概3天就被美国政府禁止输出了，所以目前大家用不到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模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其实模型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还没有看到尽头。那未来应该还会再继续成长下去，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尽头。好，好，那
这一章的最后一页讲人工智慧的定义跟衡量指标其实都是与时俱进，因为模型越来越强了，越来越强。那这些旧的考题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研究人员就会持续的推出新的指标来测试模型在面对全新的没有看过的，特别是没有看过的那些题目上面，它能不能展现出很强的推理能力那它能不能讲说它是一个专家级的可以处理复杂任务的模型未曾见过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旧的题目模型可能会在训练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接触到那些旧的题目跟答案，那他可能会去记下来这些题目，他可能会背下来的题目，或是他背那些题目训练过了。如果我们再拿旧的题目去考他，那他考得好，代表他很厉害吗？可能不见得。如果他拿到旧的题目就做训练，那我们之后拿旧的题目考他，那不代表他很厉害。如果他考的话，也不代表他很厉害所以我们会持续推出新的问题更难的问题、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推理、更多步骤问题去考它。好，那在我们一般使用者来说呢，我们可能不是模型的研究人员我们这一般使用者，这些指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选模型之前，我可能到底是要买 Gemini 还是要买 ChatGPT？我在选之前，我可能会先去看看它的考试分数考得怎么样，它在哪些地方表现比较好，在哪些地方表现比较不好。我去看看这个模型到底是不是符合我的需求。例如说，有的模型它就天生就比较擅长写程式去执行那些所谓的终端机电脑指令的任务，那有些模型可能更擅长去写文章每个模型它的取向稍微有点不一样。那这个是因为它的训练资料有一些差异它模型架构有差异。好，那我们在选模型之前，可能先去看看那些指标，这样有个参考。虽然说那个指标没办法真正的反映那些模型在执行我们的任务的时候的表现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个为什么那可是我们还是有个参考，总是比没有参考更好。好，那这些模型呢，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背后用了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是当代人工智慧能够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机器学习，当代人工智慧应该是没有办法成立目前绝大多数的人工智慧的模型都是机器学习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机器学习就没有当代的人工智慧，可能有旧时代的人工智慧。所谓旧时代人工智慧是这种暴力搜寻法式的就好像以前那些电脑在下西洋棋西洋棋的规则算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它步骤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旧时代的人工智慧，他们可能就是用暴力搜寻它会在很多的路径里面呢去找。去盘点那些路径、那些下法，例如说，我如果之后连续下3子那我下一子，你下一子，这样轮流下，会连续经过几个回合，连续3、4个回合之后，大家的这个胜率大概变多少它会有一个人工预先设计好的评分规则去看看，我这样下比较好，直接那样下比较好。那这个路径很多种所以我们说它用暴力搜寻，因为它搜寻太多了，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即便它在过程中会做一些优化，它不是真的那么笨，它会有一些 heuristic， 有一些启发式的规则去筛选。它有一些路径可能就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好，虽然说它不确定，可是它还是把它先删掉了。它有些路径看起来比较好，它就优先选那个路径，它有一个优化的过程，但是本质上它还是暴力法，它还是去盘点那些规则，盘点那些路径，然后就选出其中比较有利的路径那这个并不能说是思考，它也不算是直觉，它当然也不是学习，它就是靠人类建立好的规则去看之后要怎么做事情那这种旧式人工智慧呢，它其实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它很有限，因为人其实能够做的事情人能够想到的规则其实是很有限的，人没有办法考虑到所有的局面，除非是很简单的任务，例如说圈叉游戏，如果不是圈叉游戏那么简单的任务，
好，人其实没办法想出非常完整的，而且没有互相矛盾的又正确的规则，好，没有办法去列出那些规则。那如果没有那些规则，那电脑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它就不知道。那它只能用暴力搜寻啊，大量的盘点啊，但是把大量盘点这个搜寻的范围也是人帮他定好的。如果人没有帮他定到那些规则，他也无法盘点，无从盘点起啊。那当规则越来越多的时候啊，人开始加入各种规则啊，我加一点，你加一点，那规则加的越来越多，他们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这个路径呢，这个走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能你的规则说好，我的规则说不好，那这时候他怎么办？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啊。而且有时候这个规则是太过严谨，因为我们要写程式啊，一些程式其实是很严谨的，比较少用一些比较模糊的做法，例如说模糊的逻辑。好，那些规则太过严谨，你可以说太过死板，太过僵化，它比较没有办法去面对外面世界的复杂性。外面世界其实很复杂哦，像西洋棋那种算是相对比较简单哦，它有个特定规则在那边。可是外面世界呢，例如说我们下面这张图片，电脑如果要辨认图片里面是什么，它要怎么做？好，这个其实就很困难，因为图片里面会有各种变化，这个猫会有各种的品种、各种颜色、各种的姿势，那它身边的环境呢，也会有各种物品，它会有各种的动作。我们有可能用固定的规则去把它全部条列出来，然后让电脑依照这个固定规则去做它人工智慧的任务吗？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哦。所以之前这种旧式的人工智慧呢，它后来就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然后就几乎没有办法再发展下去了。所以后来到了人工智慧的寒冬大家觉得这个人工智慧就是一个噱头，好像也不能做什么实际有用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机器学习慢慢就诞生了。机器学习的概念其实跟生物在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有点像。生物呢，它可以学习嘛，它可以透过它的视觉，它可以透过视觉来看，我周边环境有什么东西，然后它可以透过听觉听听看，附近有什么草丛里面有什么有危险的动物想要猎捕我哈，它可以用手用脚去跟环境互动。它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呢，它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会去观察环境中有什么特征，关联到什么事情会发生。我这样手过去转门把，门会打开；我手去拿蛋糕，蛋糕会融化。他可以学到这些规则，他可以学到背后的这些物理规则，他可以发现他怎么做呢？后面会发生什么关联的动作、关联的结果。那如果说他持续的来反复的去观察这个环境，他就可以累积到很多经验，去学会他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假设他真的尝试了非常多次他就会慢慢就学到背后有一些隐藏的规则，他知道这隐藏规则可以帮助他做出更好的决定。那这个是一个算是蛮有效率的过程啊。虽然说我们看他可能要尝试很多次，可是他最终可以学得会啊。他最终可以学会，那就是不错如果说他尝试很多次还学不会，那这样当然是没有效率。可是他如果尝试很多次，他学会了，那代表说这个是有用的机制，这个机制是可以帮助他做事情的机制，可以帮助他完成任务的机制。那生物呢，它会随着年龄增长，它累积更多知识，它越来越熟练就越来越会做那些事情。机器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好，当然机器没有办法像生物有那么复杂的大脑，那么聪明的大脑。可是机器在某些方面呢，它可以模仿这个过程，它可以从大量数据里面去学会背后的隐藏的规则，特别是隐藏规则。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有很多前提有很多挑战要去处理的，所以这机器学习一开始也不是那么厉害，后来发展到现在才变得比较厉害一点。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不管是机器还是生物，它其实都是透过尝试跟
遇到错误，然后再修正，都是透过这个机制尝试遇到错误，然后修正。所以这个两种学习都是一个持续修正错误的过程，它要持续去调整内部的状态。那对于生物来说，它调整内部状态是调整它大脑的神经的连接嘛，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子。好，那对于机器来说呢，它调整是内部的一些数学的算法。数学的算式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资讯进去，然后再经过数学的转换，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啊。例如说，这是猫的狗，这是猫的图片，这是狗的图片啊。好，所以他们都是在这过程中呢，持续去修正内部的状态，他就拿到更多的资料，然后看看这个资料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呢，那就看看要怎么修正。好。那这个学习过程呢，它可以让他学会背后很多隐藏规律。那这隐藏规律在未来就有机会帮他去处理没有看过的情况。那些隐藏规律未来可以泛化，也就是更通用的去适用他之前没有看过的情况。他可能今天会玩这个门把，他今天在这个门把在你们家的门把玩了很久，好，他学会开这个门了。有一天他到了另外一户人家，那边有另外一种门把，他可能因此会更快的学会，甚至直接就会了开另外一种门，因为它有一些相似性。好，所以他会学到背后通用的规律。那个通用规律呢，就是我们机器学习要学的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学到通用规律，而不是固定的规则，而不是一个很窄的规则。好，那个规律是越通用越好。那在这整个过程呢，就需要大量的资料，跟一些复杂的机制，让它可以学会通用的规律。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没有这个大量尝试，然后大量修正，然后试着去学背后的规律这个机制的话，我们单纯用人类设定的规则，我们设定不完，设定不完。即便我的程式码可以写的超复杂，写了非常多程式码，可是我们还是没办法条列所有情况。这大家可以理解哦，因为真实世界中实在太复杂。那无法条列所有情况，它代表这个模型或者这个人工智慧系统就没办法去处理未知的突发状况。好，那如果我们改用刚刚讲那种机制，从大量经验中去归纳通用的规律，那这通用规律呢，会让它更有适应力，去适应环境的变化，适应不同的环境，适应不同的情境，处理不同的任务，因为那是通用的规律。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哦，不是所有技能都是可以学习的，不是所有技能都可以学习。转门把可以学习，然后辨认猫跟狗这是可以学习的。为什么？因为它背后有一些规则，有些规律。转门把啊，门把是圆的，它就这样顺时针的转嘛，啊，或是门把是一个 bar 的啊，那就往下压嘛。那辨认猫跟狗的图片，我们来看看这个耳朵长什么样子，这个眼睛长什么样子，它背后存在一些规律。不管那个规律是要怎么描述，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啊，但是背后存在一些规律。不管是生物还是机器，都可以用一些规律哦。不管它中间是怎么翻译过去的，先不管这件事情哦。有那规律，所以它可以学习，可以学习这个技能，它可以学会该怎么做会更好。但是呢，有些事情学不来哈。好，那我们看看这一页，这一页啊，这边也有几个技能啊。第一个是利用年龄、血压、胆固醇这些生理的数据来预测你生病的风险，这个是不是可以学习的技能？某种程度上可能可以，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可以，好，可以学习到某个程度。好，那另外一个，利用房屋坪数、屋龄、楼层数，还有地段等等变数来预测房价，这能不能学到某种规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好，虽然说它可能不是100%，但是某种程度上它可以预测到某个准确度，至少70-80准确度应该有啊。上面那个预测疾病风险，应该也是有60-70的准确度以上，应该有。所以这可以说这个是有点可以学习的，因为它背后存在某种规律，而且
它还算是符合某种自然的道理哈。但是呢，如果是下面第3条，利用新闻标题来预测股票明天的涨跌，这个能不能学习？这可能就比刚刚那个更难学习一点了。为什么？因为它背后的随机性可能大于那个规律。新闻标题可能有一些比较重大讯息啊，例如说谁要并购谁，那个可能会涨，但那是少数个案，少数的案例。在许多时候呢，新闻标题可能没办法直接预测明天股票会涨跌。为什么？因为股票涨跌后面有很多因素，其中有太多因素是可能是有点随机性在里面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比刚刚那2件事情更难学习，也比较难预测。它可以预测到某个程度，也许20%、30%，我不确定。好，但是应该是比刚刚那2个更难学习。好，第4点呢，利用根据这个发票号码来预测明天发票会不会中奖，预测这个乐透号码之类的，这个能不能学习？我相信背后可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规律性，但那规律性可能很低很低，远远低于它的随机性。它那个要产生那个发票号码的过程，它可能是有一个机器或者是有个球嘛，没有真正随机的东西，所以它多多少少一点点的规律性在里面，可是规律性可能太小了，随机性太大了，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学习的东西。好，所以当我们在看机器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学习，是取决于很大程度取决于它背后有没有存在那个规律。背后有没有存在的规律？像 ChatGPT 为什么可以学习讲话？因为语言有规律。我们知道有人会跟你讲“你好”，后面可能是接“吗”，好，你好吗？好，或是早后面会接“安”。你吃饭了吗？它后面也是有一定的几率跟你讲说，那些字出现几率就是比较大。虽然说不是100%，可是那个规律性大于随机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他就可以预测了。他要知道拿到什么问题，后面要接什么回应，前面写什么字，后面就要接什么字。他可以学到这件事情所以背后有个规律。那有些事情就不行，例如说预测发票中奖，那个随机性大于规律性，所以你不管用多厉害的模型，很可能都没办法学会这个技能，也就是你没办法预测这件事情。好。所以机器学习虽然比刚刚讲的这个暴力搜寻法可能更能够找到规律，可是那前提也是在那个规律存在，而且那规律是可以学习的。好，那所以我们这一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刚刚都算是白话的引言那这一页其实可能是最重要的几页之一让机器学习的前提。首先必须有个适当的模型，必须有个适当的模型。好，刚刚那些资讯呢，不管是开门把，或者是说辨识猫的图片、辨识狗的图片好，那些资讯必须可以转换成适当的资讯的形式，好，然后交给一个适当的模型。那模型就很多种，特别是类神经网络啊，或是决策树等等的，这些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讲好，不管那些模型是长什么样子，它必须能够处理那些资讯，并且把那个规律呢表达出来，并且把那个规律表达出来。例如说这张图片进去有猫的耳朵、狗的耳朵狗的鼻子它必须可以把这些画面上的元素转换成它可以理解的形式，然后把那些形式呢经过某些数学转换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然后甚至变成答案。这个模型必须存在。如果找不到这个模型，即便它背后有存在某些规律，它一样是没办法学习的，一样没办法，因为它没有那个模型做那个转换。好，那有这个模型之后呢，它还必须存在某个学习目标，例如说辨认猫的图片跟辨认狗的图片是目标就是，OK，这个猫的图片的准确率要够高，狗的图片的辨识准确率要够高，转门把的成功率要够高，自驾车呢没有撞到路边行人的几率，机会要够高，等等的。
这些都是它的目标。那像刚刚预测发票号码，那也是目标哈，它发票号码预测对了才算完成任务，那也是一个目标。不过预测发票号码那个是只有目标，但是没有模型，所以它也不可行。好，那有了目标之后呢，它还必须能够持续的改进它的参数，持续改进它的参数，所以那个模型必须是可调整的。那个模型，我刚刚讲那个模型，它可能是把资讯收进来，然后经过某些转换，然后出来某个结果。那个转换过程是一个可以用数学表达的形式，然后那个转换过程有些参数，那个参数必须是可以调整的，而且不只是可以调整，它必须可以知道怎么调比较好。如果他不知道怎么调比较好，那他只能盲目的、随机的一直随便尝试。那个过程是没有效率的，而且是可能是很没有效率的。如果说你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个过程可能是会变成说你怎么 try 都没有用，怎么尝试都没有用，你都不会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型的结果。好，所以它必须可以反复的修改，而且改进是改进，不是单纯修改，我是要能够改进。我现在要知道怎么改这个参数，让这个模型持续的往高准确度的方向走。要他知道能够修改，要怎么修改才可以改进啊？不是只有修改，要可以改进。好，那输入资料呢？刚刚讲到要有某种规律，可以用于预测。那规律呢，不是单纯存在规律，那规律必须是可以预测的规律，可以预测的规律，也就是它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特征，有预测能力的特征啊 ，predictive feature，它是一个有预测能力的特征，而不是一个随意的特征。例如说，我们辨认猫的图片，辨认狗的图片啊，它有许多特征啊，例如说狗的耳朵啊、猫的耳朵、狗的鼻子等等。还有一个是毛皮的颜色，毛皮颜色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征哦。这只猫是这个颜色，那狗是那个颜色。可是颜色本身会是一个有预测能力的特征吗？它有没有预测能力？或许就不像耳朵形状那么有预测能力。它的毛皮颜色可能不是那么有预测能力啊。那有些东西是更有预测能力，例如说眼睛的形状，那个就是更有预测能力的特征啊。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是有预测能力的特征，它必须具备这些特征。这个资料交给机器学习，它才可以拿来预测。如果这个资料没有那些有预测能力的特征，它也没办法预测，即便背后有规律，但是我们没有拿到这些特征，也没有办法预测。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它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品质良好的，而且代表真实情境的训练资料集。数量要足够，这个比较好理解啊。我们要看到很多的猫的图片，我们才知道这个，这是猫嘛。看到很多狗的图片才知道这是狗，而且要可以代表真实情境。这个就是这个猫的图片不能是用手画的吧？对哦，它必须是要真实的照片哦，它可能要多个角度啊，它必须要足够数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示意图，这个叫 supervised learning。虽然说这个名字看起来很专业，看起来有点太学术了，但是其实背后的道理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训练过程必须是一个有答案的，必须是有答案的，我们才知道怎么学得更好。其实概念上就这样子而已，它必须是有答案的，supervised 的，有答案的可以告诉你怎么改更好。好，那在这边呢，这个图片的左边呢有个叫 label 的 data，就是讲说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有 label 的，所以有 label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水果，然后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是番茄啊，是胡萝卜啊，是南瓜之类的，它是有标记的，因为有标记的，它才可以学习怎么去让它改进啊。好，那它有这些 label，那把这个有 label 的资料呢，交给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训练过程就可以持续调整这个模型。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模型，把新的资料丢进去，他就跟我们讲说，哦，这个新的资料虽然说你没有 label，可是我知道你是胡萝卜，你是番茄，哦，所以这个叫 supervised learning。好，那我们再讲的更具体一点，讲到模型，模型其实跟函数可以算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个字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虽然说看起来可以有点可怕，但其实它概念很好理解。它可以有很复杂概念没有错，可是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理解它。
那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叫模型，或者说什么叫函数？例如说，我们有搭计程车嘛，对不对？有搭计程车，那计程车呢，它会有个计费的公式。这计费公式呢，就是算说你搭了多久，搭了多远啊，要算多少钱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行，这个投影片第二行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公式，就是这个车资呢，蓝色字的这个车资呢，会等于起跳金额加上里程乘上加价费率。哦，会有这样的关系，对不对？好，那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模型啊，一个函数了。其实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式子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已经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模型了。我们用这样的模型来计算车资，或者说预测车资哦，在你拿到真正的发票、拿到真正的那个收据之前，你就可以先预测我搭多久啊，搭多远，会要被 charge 多少钱嘛。这个就是一个有预测性的模型。当然，我们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起跳金额跟加价费率，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拿这个模型去学习嘛，对不对？你可能搭了很多次车，那你慢慢的就心里面就会有个谱了，知道说，好，哎，我搭了这个里程数是多少的时候，车子会是多少。如果你搭的次数够多，我就想你应该可以接受，你多多少少可以推测出背后的红色这两个字它的参数了吧？可以吧？对不对？好。好，那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例如说预测水果重量，不是讲预测水果价格。好，那我们现在这边有个模型哦，它可能不是真的模型，那我们一个假设哈，预测水果的价格。我们假设这个水果价格的这个模型呢，是两件事情决定的，一个是重量，一个是甜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但是有点道理哈，越重的越贵嘛，越甜的越贵嘛。好，所以这边有两个参数，参数一跟参数二分别乘上这个重量。重量多少的时候呢，价格就要加多少；甜度多少的时候呢，价格就要加多少。所以这分别是参数一去乘上重量，跟参数二乘上甜度，代表它的重要性哈。如果说甜度不重要的话，那参数二就变零了；如果重量不重要的话，参数一就变零。那如果重量很重要，参数一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如果甜度很重要，参数二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它是一个加权关系。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让你可以预测水果的价格啊，那这也是一个函数，价格是重量跟甜度分别乘上它们的参数得到的资讯啊。那通常会用这个 x 来代表输入的内容，用这个 f 来代表函数啊，然后用这个 theta 代表参数，用 y 代表输出内容。你可以不用记得这个数字哦，但你就大概知道有看过就好了。好，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输出就是有带着参数的函数，然后给它一个输入。那这边输出呢就是价格，输入呢就是重量跟甜度，然后参数呢就是参数一、参数二。所以模型拿到这个输入资料之后呢，就给出预测结果。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函数，这是一个模型。好，那问题来了哦，刚刚讲的函数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加减乘除而已，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有加减乘除。可能再加上一点复杂的什么取肉格啊，什么取平方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函数一个转换而已。你有什么特征进来，然后经过什么转换。好，那复杂的是怎么去持续改善这个模型的参数，来改善预测。这件事情其实是关键的，不是刚刚那件事情。刚刚那件事也是很重要，没错，但是这件事情可能更重要，因为没有这件事情，刚刚那件事情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你不能改进它，不能改进它，那个模型就没有意义哈。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模型再多几个参数进去，本质上是一样的。例如说我们上面那一行，水果的价格是有几个特征决定的：重量特征、甜度特征、包装特征，还有这个卖场的地点的特征。好，这4个特征决定的。那现在有4个参数，分别是参数1、2、3、4，去乘上刚刚的重量、甜度、包装、地点。好，我们现在假设有这个模型。那我们先假设这个模型代表真实世界的水果价格的运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收集很多水果样本，收集非常多水果样本，你可能收集几百个水果样本、几千个水果样本。好，所谓的样本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水果的报价单，然后这个水果的重量是多少，甜度多少，包装怎么样，地点怎么样，对上多少价格，这样一笔样本，
包含了特征跟输出，包含了重量跟价格。好，这样叫一笔样本。好，那我们就收集很多样本，很多个水果的报价单哦，很多样本，1000个水果报价单就1000个样本，然后每个都包含特征跟价格。接下来假设你是一个水果店的老板，那你要怎么找出每个参数呢？你可能刚开一个水果店，你跟这水果市场不是很熟，但是你的上游厂商、你的供应商给你这个报价单，一叠报价单，1000份报价单，那你有没有办法找出里面的参数到底是多少？你可能没办法精确计算哦，但是你心里面会有感觉，知道说哦，好像重量越重，这个价格就加多少；甜度越重呢，甜度越高呢，价格就加多少，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好，所以它背后是有个规律的，背后是有规律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模型。那接下来我要讲目标，我们要学习这个模型啊，要让这个模型的参数是越接近真实越好，所以我们会有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很简单，就是你预测价格跟真实价格要越近越好，差距越小越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目标，对不对？好，很简单。那怎么做？我接下来讲的这件事情是整个机器学习、整个人工智慧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有这件事情成立，才有 ChatGPT。这件事情不成立，应该是就不会有 ChatGPT 了，可以这么说。好，就是他怎么去改这个模型，怎么让模型学习，模型怎么学习，或者说模型怎么训练啊？好，首先你是水果店的老板，你就拿着第一批参数，第一批参数，好，也就是第一个报价单啊，第一个样本，第一个报价单啊，第一个报价单进来，它是一个水果哈，它有它的重量，有它的甜度。好，那接下来呢，你会随机猜测这个参数1、2、3、4，就随机猜，我就随机，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答案了，所以我就随机猜哦，重量可能要乘上0.5吧，哦，然后甜度可能要乘上0.8吧，哦，包装可能要乘上0.7之类的，我就这样随便猜，一开始真的随便猜，很多时候都随便猜。好，那随便猜呢也没有关系，你总是会拿到第一个答案嘛，即便你参数写错了。但是你乘上重量、乘上甜度、乘上包装、乘上地点那些数据、那些特征，你总是会拿到一个答案。不管那个答案对或错，你总是会拿到一个答案。你一定会拿到一个答案。好，因为你有特征的，也有参数了，你一定会拿到一个答案。好，那个价格某某数值，例如说30块。那30块呢，你就可以跟那个报价单开始比答案哦，对答案。报价单像报价单上面写35块，你预测30块。好，那你这时候就发现你的答案算错了，这很正常，因为你刚刚是乱猜的，参数乱猜的。好，30块跟35块有点差距，对，没有错。那你这时候知不知道怎么去改你的参数，让它变得越来越接近答案？你知道啊，因为30块跟35块，你要更多一点才会接近答案嘛。所以30块往上提升嘛，所以你参数就要加一点。例如说，你刚刚是重量乘上0.7，你现在可能想说，那我重量可能要乘上0.8，我才要让30块变成更接近35块，因为你参数变大了嘛，所以乘上去就变大了。所以你这时候就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怎么去改参数，可以改善答案。你至少知道怎么加减哦，应该说至少知道加还是减，至少知道这个方向是要加还是减，你至少知道这件事情，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好，所以你现在知道你预测的价格低于它真实的价格，所以就把参数调大一点。这个是国中数学，这很简单嘛，对不对？好，就参数调大一点。好，那接下来呢，你再去看看这个答案对不对？好，那你答案可能还是错了，你可能30块变成32块，还是距离35块还是有点差距，但没有关系，你现在还有时间，你再调一次。你知道三十块变32块不够，32块还要再往上，所以参数呢还要继续再加。好，你就再加。好，那你就这样一直调，一直调整。我调参数呢，再看看答案对不对；调参数再看看答案对不对，就一直反复进行。如果你每次调整的范围不要太大，例如说不要30块变60块，然后这太夸张了。30块到32到33到34到34.5，你总是可以慢慢接近这个真实答案的嘛，对不对？虽然说你可能不会100%符合那个答案，但是你会慢慢越来越接近它，你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模型，然后你的模型就训练完了，
你的模型就训练完了。好，整个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子。这个概念不难嘛，对不对？好，但是这是整个机器学习界的一个很常见的机制。好，但实际上它更复杂，实际上它其实有很多复杂的机制在里面，但是整个概念上是这样子没有错。你要可以知道你的参数是加还是减，然后往上调上去或者往下调下来，然后就反复进行，所以这个就需要时间，需要很长时间，可能 ChatGPT 训练一个模型需要3个月，这个需要算力，需要 GPU，因为我要很多参数要同时计算，所以我需要 GPU 去做平行计算。我同时要调整参数1，调整参数2，调整参数3，同时进行，所以这个需要 GPU。那个参数的规模呢，远比你想的更多，非常非常的多。好，那这个我们之后再讲。好，那我们刚刚有个模型，对不对？你现在知道怎么调整模型了。那我们再来讲这个明确的学习目标。所以你的任务都要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你的任务都要换成数学问题。例如说预测价格，预测是猫还是狗，啊，如果是猫的话就是0啊，狗的话是1之类的啊。你要把它转换成数学问题，然后定义一个明确评估目标，就是例如说准确度80%、90%，这个是一个明确的评估目标。好，那模型呢，或者这整个系统，整个机器学习系统，它就要借此去量化你现在预测出来的数字跟实际答案到底差多少。例如说，你刚刚预测30块，实际答案是35块啊，差5哦，那这时候你就知道参数往上调了，参数要多一点。好，所以整个机器学习的运作核心就是透过这个量化的误差，我知道我预测结果多少，真实答案多少，中间有个差距，我去调整参数，那反复进行，这个就是一个自动优化的过程。这是全自动的，为什么它可以全自动，不需要你介入？因为它知道方向，它知道要往上调，而不是往下调。它也知道30块变35块，你的参数要更多一点才对。好，那所以所谓的训练就是这个过程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参数被持续的修正，让下一次的输出就更贴近真实答案。好，所以这个训练过程也叫做 fitting， 去拧合，让你的这个模型，就刚刚那个算式啊，跟你真正的训练资料呢越来越接近。接近什么呢？接近你训练资料，你可能手上1000份报价单，这1000份报价单后面有个隐藏规律，你的算式要接近那个规律。你的1000份报价单背后有隐藏规律，你的算式呢一直调整，一直调整，就会越来越接近那个背后的规律。即便你没办法100%抓到那个规律，可是你可以接近它，那就不错了。好，那就不错了。好，那你可能会想说，那我接近的是已经有了报价单，那跟我预测有什么关系？好，我们这边就假设你这1000份报价单背后的规律，跟你明天会拿到的报价单有一样的规律，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这件事情不成立，你刚刚做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今天拿到1000份报价单，让你去调整你的模型，学到背后有个隐藏规律，这个规律对于你预测明天价格是有用的，因为它背后的规律没有改变。这件事情必须成立。如果这件事情不成立，模型不值得训练，没有意义。好，这件事情必须成立。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机器学习局限在于，其中一个局限就是规律存在，规律不变，你的模型要可以调整，你的资讯要可以变成数学模型，要有个目标。好，这个概念应该不难哈。那这一页就稍微难一点，这一页稍微难一点就是underfitting 跟 overfitting 哦，但是这个很重要，特别是 overfitting。像左边那张图，就是我们现在任务就是要把圈圈叉叉跟圈圈叉叉划开，要找一个分类的模型把它划开哈。那 underfitting 很简单，就是我随便乱画一条，就是画不准。我在训练资料上面画不准，那既然训练资料上面画不准，代表我没有学到背后的规律。那我在未来上场测试的时候呢，也不会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学嘛，哈。所以我在测试的时候呢，在训练的时候乱画一条，这个模型乱学一通，
学不准，没有学到规律，那未来预测也不会准，这叫 underfitting， 没有去好好的去拟合这个背后的规律，我的模型没有拟合这个背后的规律，所以叫 underfitting。那这个背后原因可能是模型太过简单了，不管什么题目，例如说都填 C 啊，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写考卷啊，不管什么题目你都写 C 啊，这个叫 underfitting，就乱猜一通。好，那我们看右边那张图，最右边那张图，那个是 overfitting，overfitting 就是你的训练过程呢非常非常的准，你那个模型真的是准到每一个资料点，每一张报价单都预测对了，每一张报价单的参数都被你找到了。应该说你找到一个参数，你可以适用于每张报价单。有可能啊，因为你的模型搞不好就真的很复杂，你的参数这一大堆可以调整哦，那边调一调，这边调一调，调到你手上1000张报价单，每一张的价格都符合你的参数所要描述的规律，你的训练很准。可是呢，也是因为你训练太准了，所以你的测试就不准了。为什么？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可能会符合每一张报价单，可是呢，那些报价单呢里面有些杂讯，有可能有杂讯嘛，对，可能今天老板写错字啊，可能老板就单纯就觉得这个水果他就想加钱加价卖，或者是这个水果可能有一些没有看到的问题，他就减价，这代表某些规律跟未来的规律不一样了。因为你手上拿到1000份报价单，你每张都做对了，都做对了，你以为你找到一个规律了，可是你的规律其实是老板今天心血来潮把它加价卖，那个规律是随机性的规律，所以你在训练资料上面每一张都训练得很准，这代表你会过度钻牛角尖在某些杂讯上面，在某些不会再出现的事情上面，在某些不会再出现的事情上面。那接下来你在预测的时候呢，就会误以为那规则还成立，那可是新的情境并没有那个规律，那这时候你就预测错了，这叫 overfitting。这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资料里面真的有太多杂讯了。我们训练资料那1000张报价单，不会每一张真的那么100%的符合背后的那个道理啊，有的就是会写错字啊，有的就是会有一些有的没的那种随机性在里面，这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状况。那另外一个是你的模型可能是太过聪明了，聪明到背下所有的杂讯了。那可是他背的那些东西没有用啊，他可能例如说他在考试，他把整个课本都背下来，标点符号都背了，现在一上场考试，标点符号一改，他就不会了。他在背答案，他在背书，他没有学到规律，他只在背。那这样就发生 overfitting。训练的时候呢，什么都会；上场一测试呢，上场一预测呢，一推论呢，错一大堆 overfitting。这个即便在现在的 ChatGPT 也会发生。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很会做某些事情，但是呢，怎么有些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这可能也是因为 overfitting。即便现在的最大的模型、最厉害的模型也有这个状况，这个是机器学习先天的一个状况在那边啊，所以那些模型的研究人员他就要想办法去避免这个状况发生啊，所以他一边训练模型，就要一边让他考试。好，我看有没有训练过头，一边训练一边考试。避免他这个训练的越来越好，然后考试越来越差，避免发生这种状况。那这个训练资料量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例如说，我们现在上面有那个模型，那一条价格等于重量乘上参数等等啊。如果你现在只给你2颗水果的报价单，你有办法学到水果价格这个水果市场背后的价格规律吗？不可能吧，没有办法。你会学到一个参数，那个参数可能你总是会兜出来的，可是那个不叫规律嘛，那个只符合你这2个水果。那我想你应该可以接受，你手上只有2个水果报价单，你没办法学到水果市场背后的规律，你的模型做不到这一点呢。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这2张水果报价单总是会让你拿到一个参数的，你总是可以兜出一个参数，一组参数来适应那个模型的
适应那个水果的价格，那2个水果的价格。可是你这时候不知道你到底是猜对的，还是你真的找到规律了，你不知道，因为你就只有2个水果报价单，你可能猜对这2个水果的参数，可是这2个参数不代表背后的规律。以前我们国中学过嘛，我们这个方程式如果有几个 x、y、z， 那你至少要有3个式子才可以学到，才可以算出 x、y、z 嘛。如果你只有2个 x、y， 只有 x、y， 那你至少要2个式子才可以算出 x、y 的值嘛。那在模型这边也是一样，你有参数可能不会只有2、3个，你通常是一大堆。那这时候你要很多很多的资料，你才可以真的找到背后的那个 x、y、z 那些参数到底是多少。你如果只2个水果是不够的，好，所以有用的机器学习，刚刚讲一个有用的机器学习是它要学到通则，学到通用的规律，而不是少数的特例。如果说你的高品质资料越多，那你误会背后的规律的机会就越小。你手上如果有1万份报价单，如果你的模型这样子还会对，那我可以讲说你的模型真的有学到背后的规律。如果你手上只有10份报价单，你模型做对了，然后想说你搞不好是蒙对的，有可能，因为其实10份报价单一下就算出来了。好，所以高品质的资料越多，训练资料越多，你误会背后的规律的机会就越小。换句话说，你就越可以找到背后的规律。好，那像 ChatGPT 那种超大模型，它背后的训练资料呢，都是海量的训练资料，非常非常的多训练资料，海量，所以它可以学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能力，因为它训练资料非常多，而且它模型参数非常的多。所以这整个机器学习就是在涵盖各种情境的资料里面去做归纳。它其实就在做归纳那个规律。它知道，我这样这个参数调整出来之后呢，这个预测少一点，好，那我参数再加一点。这个预测出来结果多一点，好，那我参数减一点，这样持续的归纳，所以整个资料呢，训练资料就是机器学习的经验的来源。样本数太少，你容易得到错误的规律；样本数够多，你才可以真正的找到背后同用的规律，也就是我们白话说的看到问题的本质。那个通用规律。好，那例如说下面这个是吉娃娃的照片，你分得出来吗？它里面有吉娃娃的脸跟葡萄饼干，不好分吧？对哈。如果你只给小孩2张吉娃娃的照片，他可能以为所有的狗脸都是3个黑点的叫狗脸。你必须给他1万张各种品质、各种品种、各种姿势、各种光线的狗脸照片，他才可以归纳出这狗脸的核心特征。机器学习也是一样。好，那这边就有个问题叫分布偏移 （distribution shift）。训练资料分布跟你的模型的实际执行环境的资料分布不一致，那你模型就会做错了。我今天在万华的水果市场拿到报价单1000张训练模型，我明天要去滨江街水果市场预测价格，你说这个通吗？不通，因为你训练的模型是符合万华水果市场的，不符合滨江水果市场的水果价格的规律。假设 ChatGPT 今天学的是简体中文资料，然后你现在台湾人问他问题，叫他写一个台湾的书信，他会写吗？他不会写，因为他学到的是简体中文的规律，不是繁体中文的规律。繁体中文规律跟简体中文规律有些时候不一样，而且有时候很不一样。好，所以你这时候学到的模型，或者说学到的参数呢，已经没办法在新的情境中产生正确的预测结果了，没有办法。好，那你就想说，我之前不是看很多 benchmark 那个，之前就我们今天一开始讲那个模型考题，那我们还要看那个吗？模型考题又不是我的任务。对，你讲的没有错，模型会考那些事，考得很高分，不代表会写你手上最简单的问题，这是2件事情。好，所以你说不看吗？也不行，你还是要知道哪个模型比较厉害吧。这是一个参考，你还是要参考一下。虽然说模型考很高分，不代表会做你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要看。那所以我们就会整一下啦。训练资料跟验证资料，训练资料就是教材，测试资料就是考题。那所以训练资料就是让模型找出规律的，那个叫训练资料。那测试资料呢，就是拿来考模型。你会不会写这个你没看过的题目？
那训练资料要包含输入特征跟正确答案，它才可以去调整嘛，参数调多一点，调少一点。测试资料呢也要有输入特征跟答案，它才知道，哎，我这样预测对答案对不对，准确率多少，有没有过关，有没有及格。训练资料是在训练阶段用的，模型要反复去调整它的参数。测试资料呢，评估阶段用的，它完全不参与训练，只有用来打分数。哎，准确度多少，有没有及格，可以上场了。所以这两个资料呢，栏位是一致的，结构是一致的，来自相同的分布，也就是万华水果市场的价格就只能用在万华，滨江水果市场的就只能用在滨江，不可以混用啊，除非两个一起训练。那现在10点半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报告到这边。那我们是不是下礼拜再继续，好不好？谢谢各位。OK，谢谢，谢谢各位，好，谢谢。